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黄九。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华为 P40和 P40 Pro 的体验视频，他们也是国际版刚刚发布啊。由于我是疫情在家，所以还是迟到了一天，跟大家说句抱歉。我知道你已经看了好几个视频了，但是你还没看小白的，对不对？华为 P40 这个系列应该不是说机圈、机油党这些爱好者们，就连普通大众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系列。OK， 那咱就不废话了，不关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不要下次一定了，不要下次一定了，感谢。包装盒呢就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天地盖传统的4件套，然后一个是22.5瓦的充电器，一个是40瓦的充电器。外观 ID 这块呢 ，P40 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它是6.1英寸的一个屏幕，然后它是一个直屏的设计。这个手机呢，我一拿上手的手感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175克，而且啊。很多这个视频或者说之前发布会上他都没有提到一个点，那就是这个我打到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它几乎做到了4边等宽，这个下巴呢是稍微宽那么一点点，但是你不仔细看，真的几乎看不出来。这个正面的颜值真的还是非常漂亮。然后机器呢，它也比较轻薄，这个175克的一个重量，这个8毫米多。不光是 P40， 包括 P40 Pro 啊，这次它的这个上头凸起模组呢是比前代呢要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啊，毕竟这个模组上也有升级嘛。颜色方面是这次的重点了，我手里这个是这个官方的这个名字起的是特别难听啊。官方名字叫冰霜银也还可以啊，就是冰霜银色，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目前上半年我拿到所有机器里边全场最佳了。这个 AG 工艺加上银色，银色也有人做过 ，AG 工艺也有人做过，但是怎么就之前没有厂商想把它放在一起呢？而且在这个工艺上呢，我感觉它是这个底下是做了一层抛光的，就是这个 AG 工艺下面不光保留了这个磨砂的质感，光泽感上也有保留，这一点上呢确实不错。包括这个金色的 P40 Pro 这边，在 ID 上呢 P40 Pro 这一次是有一些争议啊，就是首先这个硕大的后背的这个模组啊。当然，它有一个潜望式镜头，所以说这个模组就会比较大。这个拍照和录像后边我们会讲到，真的还是很有东西的啊。正面来说呢，就是这次的大亮点了，它一个这个名字叫满意屏，对，不知道你对这块屏幕满不满意啊？它是一个4曲面的设计。我一开始刚刚听到这个设计的时候，觉得4曲面，这个2侧曲面都有绿边发暗了，那4曲面不是4圈都带绿了吗？其实不是，这个拿到手之后我才知道。它其实呢是在边框的地方用这个玻璃弧度给过渡了一下，视觉上呢会让你感觉这个屏幕整个是往外凸的。你知道把一杯的水倒满了之后，你还可以再往上滴水，这个水是有张力的。这个屏幕你拿上手的第一感觉，点亮屏幕的时候就会给你这种感觉，而且呢顶部和底边呢没有什么偏绿的情况，而且视觉上它正面的屏占比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它2侧也是曲面屏啊，终于不用这个瀑布屏啊，实在是太好了。包括2侧的这个曲面呢也是进一步收窄了，就是它曲面这个面积呢并不是特别多，这块屏幕整个给我的视觉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有很多小伙伴纠结的，包括 P40 这边前置的这个挖孔上，这个官网呢是有这个内部的解析图的。这个 P40 Pro 这边它应该是除了一个景深镜头，还有一个3200万的前摄之外，还有一个红外的传感器，然后还有一个传感器，这个是为了在夜间解锁的时候使用的。这个大的挖孔，这不应该叫挖孔啊，这个叫挖槽，就跟这个大刘海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拿到手的时候感觉哇，这个很难把它忽略掉啊，这个注意力一直在看这个地方，但是你用着不自觉也就把它忽略了。这个跟大刘海是一样的，就是你能接受大刘海，这个你用时间长了也 OK， 就绝对相信习惯的力量，看着看着就习惯了。这个角度是要比内部屏幕这个 R 角呢要小一些的，就是里边这个 R 角要更大一些，所以说感觉这个屏幕2个角长了2个小耳朵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它是外方内圆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呢应该是跟它这块满意屏的结构是有关系的。这个满意屏啊，如果要是从45度角看过去的话，这个工艺真的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非常难贴膜。
不过华为的所有体验店都是免费贴膜的，你可以买了手机之后，以后直接去那儿贴膜。这个好像是之前好像哪个品牌也宣传过这个免费贴膜，但是华为确实真的是一直免费贴膜，因为我们工作室的手机就集体去贴了好几次了。如果要是后期有膜的话呢，应该是那种软膜，因为硬膜应该是贴不了的。它这个4个角跟前面屏幕中间过渡的地方呢，也非常的光滑，就没有出现什么坎儿啊这种情况，就是握在手里的时候，整个机器还是比较圆润的。这个金色的版本呢，它其实有一点点粉色掺在里面，就是有点粉金的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女孩子。OK， 重点来了，它的这个摄像模组，这次呢，不管是 P40 还是 P40 Pro， 还是我们没拿到的 P40 Pro Plus， 它主摄呢都升级到了这个5000万的一个镜头，这个5000万像素的镜头依然还是 ROIB 的。这个 ROIB 呢，我们在这儿就不跟大家多解释了，我们之前这个 P30 Pro 和 Mate 30 Pro 的视频里边都有跟大家聊过，它是增加了40%的这个进光量。念参数就没意思了，我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咱们直接看一下实拍样张。由于目前我们体验到的这个机器呢，应该还不是最终量产那个软件版本，所以说我就不给大家分析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P40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呢，我们也将会把这些机器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里边，你都可以进入回复 P40即可。在我前期的体验之中呢，这个 Pro 版的这个镜头呢，确实还是挺给力的，这个底确实是很大，这个底大一击压死人，1.28%的底，而且它还有 ROIB 的这个加持。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白测评啊。之前呢，华为的手机要是拍夜景的时候呢，都要比较长的曝光才能实现特别无敌的夜视仪效果。但是这一次呢，他说就是默认的情况下就比别人的夜景模式还强。咱们可以看一下它默认的情况下的实例啊，拍一张。好，正在改善画质 ，OK， 拍摄完成，还是挺快的啊，大概等了差不多也就2秒的时间啊，这个是一个全黑的情况下，对，可以看一下。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白测评，我正在体验 P40 Pro 的防抖。之前的网传是特别的神，现在呢是正在录像，咱们以这个花坛为参照物，我上下左右移动，就感觉是一张图片。它应该是有一个补偿的算法，会让你感觉它在没有移动，因为我确实这个移动的范围还是挺大的。好，如果我要是上下这样动的话，预览上就能看出来了。咱们来看一下成片，我上下左右移动，就感觉是一张图片。它应该是有一个补偿的算法，会让你感觉它在没有移动，因为我确实这个移动的范围还是挺大的。好，如果我要是上下这样动的话，预览上就能看出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这里是小白测评。我正在体验 S20 Plus 和 P40 Pro 的视频录像，他们现在的格式都是 1080p 30帧。OK， 我现在正在漫步走动。好，我开始跑动。OK， 下面咱们来说一下它的屏幕这两个屏幕呢都是 OLED 的屏幕。供应商这边呢一开始说是3家供应，就是 BOE、京东方，然后还有 LG， 然后还有三星。但是现在这个前期体验的这些机器呢，应该都是 LG 和 BOE 的。这个排列上啊，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这个 P40 呢，它是咱们俗称的周冬雨排列，然后这个 P40 Pro 这边呢，它是钻石排列。在显示精度上呢，这两台手机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 Pro 这边，大家并不要对 BOE 有什么这个偏见也好啊，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它是90赫兹的。不过 P40 这边呢是没有90赫兹的。P40 这边呢虽然说是咱们俗称的周冬雨排列，但是它是6.1英寸，屏幕比较小，比上一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显示精度还有就是颜色表现上，这次屏幕上呢还多了一个设置，就是它可以智能的调节分辨率，这个之前手机上好像是没有，而且我也很少见就是它可以
以把它调成，比如说这个 P40可以调成这个 720P 的 ，P40 Pro 呢可以调成720P 加，大概是这么一个分辨率。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分辨率并不是特别敏感，或者说对续航有格外的要求的话，可以把它调成就是更低一点这个分辨率，也可以调成智能模式。处理器性能方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它依然还是990 5G 的这颗处理器。之前我们体验 Mate 30 Pro 5G 的时候呢，做过非常详细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Mate 30 Pro 5G 的那期视频啊，我们的数据库里边也都有。P40呢是 LPDDR4X 的，然后在防水性能上呢，这两台机器也有区别，一个是 IP53 的，然后这个是 IP68 的，包括 Pro Plus 它也是 IP68 的防水防尘。这个 IP68 的防水防尘，我觉得旗舰机未来肯定都是要上的，因为就是你平时永远用不到，但是一用到就救你手机命。OK， 众所周知，一台手机最重要的是弹幕都已经告诉你了是吧？开个玩笑啊。这个扬声器这边呢，这两台机器都是单扬器的设计，包括 Pro Plus 那边好像也是单扬器的。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马达方面啊，这个呢我体验了半天。我觉得我有点分不出来，就是我不知道它是 Z 轴的还是 X 轴的，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不需要担心，它的震动效果真的还是非常细腻，非常不错的。这两台机器都是有 NFC 的，不过呢，它们没有保留 3.5 的耳机孔，是这个 Type C 的接口。在网络方面呢，这次它不光是 WiFi 6，它是 WiFi 6 Plus， 也就是最高的空口可以达到 2.4 Gbps， 这个是目前最高的一个数值了，比之前普通这个 WiFi 6呢甚至要高了1倍，这个速度呢是非常快的。但是呢，我提醒你一下，你想要体验它的这个最高速度呢，需要你的路由器要支持 WiFi 6 Plus， 你买路由器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在电池和重量方面呢 ，P40这边呢，由于它比较小嘛，这个6.1英寸，它是一个38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然后 P40 Pro 这边呢是42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这个175克，这个209克，这两台机器手感肯定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个 P40这边要更好一些。然后 Pro 这个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今年很多旗舰都是210克左右啊，这个是。然后充电方面呢是40瓦的有线充电，然后这边呢是22.5瓦的一个有线充电。而 P40 Pro Plus 那边呢，它才支持到40瓦的无线充电啊。不过那个机器呢，可能稍微要晚一点。OK 啊，简单总结一下啊，这两台机器。首先在颜色和质感方面，我觉得都是没得挑的，因为毕竟是华为上半年的当家旗舰，你到店里边实际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在精致度上肯定没有问题。然后至于大家比较纠结的它前面的这个大挖孔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看习惯吧，也没有办法，它就是这么大是吧？而且这次的这个P40呢，相对来说，这个在配置上呢，跟前面的大哥差的有点多，所以说我估计 P40这边应该会有惊喜，应该会便宜，我觉得啊，这个 Pro 这边就不用说了，各方面全都给你了是吧？它的价格呢，我觉得应该会在6000块钱档位吧。至于 P40 Pro Plus 呢，7000多或者8000，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看到时候拿到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做视频。OK， 聊了非常多，这应该算是一个小测评了啊。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更多精彩，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了。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我们的商城都在里边。不会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最后例行问一下啊，给几分？给几分？给几分？P40给几分？P40 Pro 给几分？